你们怎么回事啊？都起得这么早？公子，白姑娘今天就要跟着白前辈进去闭关修炼，风少侠也要跟着男生姐姐去迦叶寺了。啊？你们今天就走了？那我怎么办？你当然有用啦！来，先过来帮我把马车钱付了。你跟我们走，一路上需要盘缠的地方可多了。你个小贼，净惦记那点银子！崔公子，我跟姑婆进去进修的这一年是不会见外人的。你二人在这守着空屋也是无趣的很，不如跟莲儿和男生姐去，也好在路上互相有个帮衬。看，白姑娘说话多好听。白姑娘说话一向好听。哼，我早就知道了，你们哪里都缺不了我。哎，墨云，去问问多少钱。玉秀，那我们和小林子先走了。玉秀，我们先走啦。到时候我会带着我师父和你娘在这里和你见面。路上小心，回来后别忘了放孔明灯哦。好。这再见。道完别了。那便随我进去吧。就是这儿了。接下来的一年，我们便要在这里度过了。在正式开始之前，先要问你几个问题。姑婆请讲。武功的境界之分都有哪些？共分4种：小成、大成、宗师、至真。何为小成？手脚经脉12根，未打通一半者，都视为小成。那何为大成？突破一半脉络后，便是大成。此后每突破2个脉络，内劲便可强1分，直至12脉络全部打通，便是大成巅峰。此时身体内劲便可随意游走，随意调用。不错不错。那宗师境呢？又有什么区别？虽然在大成境，身体的内劲可以随意调用，但由于任督二脉的阻碍，以至于每一次都是独立调用，无法形成循环，所以打出去的力量也受到了限制。而若是打通任督二脉之后，内力的调用便形成了循环，以至于武者可以调用数倍于自身的内劲，从而做到气劲外放，以气化形，
大大加大了攻击的力量。所以这个境界也是武者的一个分水岭。毕竟不是人人都能顺利的突破任督二脉的。但凡能站在这个境界之上的人，皆拥有开宗立派的资格。所以这个境界被称为宗师境。而宗师之上，便是至真。小秀秀，这些你知道吗？我只是在书中看到过，人体奇经共有8脉，过了任督二脉之后，还有6个脉络，每2个为一组。若是能将3组全部打通，便能到达至真。不过，对于至真到底是什么样的概念，我完全不知。小珍这丫头自己天赋那么高，教人却不会教，怎么全按书上的来呢？不错，突破奇经8脉之后，便会感应至真。那是一种极的概念，分别为力之极、气之极、技之极、心之极。掌握一种，就能踩上这个境界。凡踏入至真之人，一举一动皆能在江湖上掀起风雨。丫头，这就听傻了。如果我告诉你，至真之上还有一个境界呢？啊，那个境界叫做长生。相传能将4种极全部拥有者，便能突破人体的最终枷锁，到达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，犹如神仙在世，因而被称作长生。长生，从来没有听说过。那本就是虚无缥缈的一个传说，不要说你，就是你姑姥姥我活了那么久，也都没有见到过。可就是这样一个传说，偏偏让某些人疯了一样的去追寻。姑婆，是在说某个认识的人吗？哼，谁要认识那个混蛋？好了，该说下关于你的伤了。你这3处地方已经内息紊乱，气尽逆流，即使以你现在宗师境的水平，也无法将它们拨乱反正。若不及时处理，逆流的气劲便会逐渐侵蚀其他脉络，直至成为废人。那可如何是好？首先，我会封住你的任督二脉，将你的境界压至小成。其次，我会教你反转无相功的方法，重新在小成境内依靠反转无形来控制逆流的气劲。在完全掌握之后，我会逐步解开对你的压制，让你慢慢回到宗师。之前你之所以能突破，并不是基于你的修炼，而是借由外力。练武功最忌讳的就是寻求捷径，在根基不稳的情况下多次使用无效，这就是你为什么会失控的原因。好在天无绝人之路，遇到姑姥姥我也是你小秀秀的福气。随着你之后的训练，每当圆满时，我就会帮你解开相对应的压制，而那个时候，你也将重新面对你的心魔。届时要万分小心，若是处理不好，不是走火入魔，就是永远的沉睡下去。这便是我带你到这里来的理由。这种花叫做忘忧花，它可以使人凝住心神。一旦你觉得没有把握战胜自己的心魔，便可以凭自己的意识退出。只是这东西不能多用，一旦用量过度，便会损害你的记忆，直到忘却自己是谁。姑婆放心，我不会到那一步。在那之前，我一定会战胜心魔的。小秀秀啊，你还没长大，还是先不要太过自信了。按你的天赋嘛，1个月回到大成，6个月回到宗师，再往后就看你自身的造化了。不过小珍的女儿应该不会让人失望吧？再好好感受现在的一身功力吧。明天开始，你就要回到最初的境界了，到时候可就要吃苦头了。
要开始了。好了，我已经将你的境界压至小成。你也是厉害，那么痛苦的事情，竟然吭也不吭一声。不愧是我们白家的人。反转无相功的心法，我已传授于你。什么时候能做到引气外放，使3处逆流的气劲恢复正常，便是完成了无形阶段的试炼。姑婆，可是只有宗师境的人才能做到引气外放。而我现在只有小成，又如何能做到呢？气和气之间是互通的，所谓引气外放，是指将身体内部的气流进行体内化形，与外界的气产生共鸣。这便是将无形运用到极致的效果。如果你能在小成的境界就能领悟到这些，如今功力又岂会裹足不前？而今你有了第2次修炼机会。1个月的时间，自己好好琢磨吧。若是觉得有把握了，便来找我帮你解除封压。看来你做到了。不错。你是想让我帮你解除压制，直面心魔吗？是的。明日一早，你在忘忧花那边等我。姑婆好好休息，晚辈告退。
你想好了，这花可不能多吃，你只有一次机会。早就和你说过了，当初你依靠外力强诱无相，是会留下后遗症的。怎么样，现在后悔了？我们谈谈吧。切，谈什么谈？那老婆子真是多嘴。没有她，你再胡乱用几下无相，你这身体就是我的了。既然我们是一体的，为何你要这样为难我？为难你？哼，你忘了我是怎么出现的吗？真以为这一路走来是靠你自己的本事？从头到尾，处处有人帮你。若不是你贪恋捷径，我也不会出现。还是那句话，你根本不懂什么是无相功。你已经习惯了依靠别人的修为来提升自己，如此孱弱的心性，还想让我妥协，真是可笑。你究竟想怎样？不欺负你，在这里我也是小成，无相功只达到无形的水平。想要战胜我，就趁这个机会吧。可惜你做不到。所有的招式你都能破解，哼！无相传人就这？不如就此把身体交给我吧。对不起，姑婆。这是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我活动活动筋骨。说说你的情况吧，是不是失败了？姑婆，是不是我哪里还没有练好？其实不是你技巧的问题，你的问题出在心性上。这也不能怪你，无相功这门功法本身就是有问题的，对心性要求过高，不够坚定之人是无法将其掌控的。不必那么心急，这才过去1周，我给了你1个月的时间。好好想想吧，你心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哎呀，我们这一走都7天了，这迦叶寺还真是远呢。公子啊，其实7天的路程并不算远。若是我们从南疆赶去那漠北，整个行程怕是都要1个月了。啊，竟然还有那么远的地方啊！没见过世面。这点行程算什么？比这远的地方我都去过了。真的吗？风少侠，快给我们说说。西方的金树林，北边的大雪国，南边的遗忘海，是不是你们都没听说过呀？这些地方你都去过？当然，那时候我师父带我走南闯北，去过的又何止这些地方。风少侠，听说你师父也是个很厉害的人物吧？当然啦，说起我师父，他可是……嗨，现在也不用瞒你们了，他可是响当当的天贼陈飞燕呐！就是不知道他在迦叶寺潇洒些什么，都想不着给我捎个信。天贼，哇，能叫上天的，岂不是厉害到顶了？怎么？想知道我师父的事情？对，风少侠，你就跟我们讲讲关于你师父的事儿吧。那好吧，让我想想啊。要有这个才对味儿。
那我就讲个关于夜明珠的故事吧。闪开！快点闪开！让开，听见没有啊？怎么每次都是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啊？没点新花样。我们当飞贼的，不在月黑风高的晚上，难道还在朗朗乾坤之下啊？那你们穿成这样，还能不能认出谁是谁啊？行吧，那就没夜行衣吧。小灵儿，这南充府的员外有一颗从西洋商人那边弄来的夜明珠，据说价值白银1000两。1000两？那我们岂不是发财啦？怎么样，这一票够大吧？我早就在等这一天了。1000两白银，我都可以在漠北镇当个员外了。我已经在昨天就把预告的小燕子放进去了，所以那员外已经知道我们要对他的夜明珠动手，想必也准备好了对策。只不过他千算万算没有算到一件事情。什么事啊？谁能想到，这次的陈飞燕会是一个小孩子？啊！我一个人怎么行啊？你可是我的好徒儿，你不行还有谁能行？可是，又不见了。啊！你师傅就把你一个人扔下就走了？故事才刚开始，你着急插什么嘴？懂不懂听书的规矩？看来这员外是怕夜长梦多，打算转移夜明珠了。不过他一次派3队人马出去，混淆视听，到底哪个是真的呢？对啊，到底哪个是真的呢？当时我也纳闷啊，但谁知3辆马车出去不久后，也陆陆续续出了状况，而里面的人也不紧不慢地下了车，在原地等待。我明白了，一定是我师傅在帮我。看着3路镖师都没有一个紧张的，我便知道那夜明珠还在府内，是我大显身手的时候了。杜先生，你果然料事如神。这3辆马车没跑多远就都趴窝了，看来那个天贼还真是厉害。只是他没料到我有你神算子杜先生在，3辆空车就把那只燕子给引出来了。不过还是不可以掉以轻心呢。飞燕成名已久，不容小觑，我们还是要小心为妙。那是。我这就去安排后招。员外，你在这里好生休息，莫要带着东西乱走。好，杜先生，你记得快回来呀。我见他一个人在屋里，想来正是我出奇的好机会。趁他杜先生不在，我一举夺了那盒子，岂不省事？成了。我原本也以为成了，哪知那个盒子竟是空的。想不到我竟然中了计，原来我的行动早已被那神棍杜先生看穿了。果不其然，在发现那3辆马车都是空车之后，我便料定你心有不甘，会直接前来盗宝。我与员外在此聊天，为的就是引你而来。我假装离去，留员外一人在此，给你制造潜入的机会。你的一切招数我都看穿了，只是没想到传闻中的飞燕竟会是一个小孩。你是乖乖束手就擒，还是我命人把你拿下呀？这姿势也太怪了吧！当时我一个脑袋3个大，第一次独立出手干一票就被人给算计了。好在行走江湖，我疯爷爷也不是盖的，顺手就拿出贴身的小匕首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我一把架起了被我打晕的员外，准备当作人质保我平安退走。哪知那傻员外竟然伸手来夺我手中的匕首，原来那员外居然也是假的。唉，毕竟是杜先生啊，没想到全被他看穿了。慢点。你怎么夸起杜先生了？他不是坏人吗？你会不会讲故事啊？听得我都迷糊了。那个时候不要说你，连我自己都迷糊了。预料不到的事一波接一波的来，天知道后面还有什么花样等着我。说什么来什么，
时，房间里的墙柜突然咯咯作响。我定睛一看，竟然是真的员外，身上还绑着一圈炸药的真员外。哎呀，不好，我们中了陈飞燕的诡计。啊！哎呀！竟然就这样失败了！失败？唉，我是失败了。不过有人倒是赢了。是不是那个杜先生？哎，不对，我们不是在说你师傅的事吗？怎么主角变成杜先生了？对呀，就是那个可恶的神棍，他就是我师傅假扮的。哦，我早就猜到了。公子好厉害，别打他！我知道你师傅易容的方法。南圣杰看着路啊！当初我师傅发出预告的燕子之后，料想那员外必会向外求援，于是便乔装成杜先生，等着他上门。而我就在不知情的状况下配合他演了这出戏。他真正的目标并非是那颗夜明珠，而是藏在南充府里的5000两银子。怎么样？今天开不开心？嘿嘿嘿，吼！怎么样？这就是我的师傅，他教会了我如何真正去做一个侠盗。又翻过了一页日历，我才突然想起，你会不会忘了我们俩的约定？海滩边等日期，夜空下数星星，迈出这一步，开启我们